大家好，上一回我们讲述了周纲凌迟四海废，宣王奋起挥天歌的历史，随后又见证了宣王中兴由兴起走向没落的过程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幽王时期的西周。周幽王是一位我们并不陌生的君主，记载在司马迁《史记》里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，大家更是耳熟能详。以女宠覆灭了200年的西周王朝，让他在千秋之后骂名依旧不绝于耳，成为与桀纣齐名的亡国之君。迷雾之后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？灭亡了松州的，真的只是骊山上的那一把烽火吗？幽王时期是西周王朝自过往以来积压的所有问题、矛盾和统治危机大爆发的年代。为了搞清楚这一切纷乱背后的根源，我将在本期简单剖析一下西周末年那个天灾与人祸并行的大背景。首先，自距今3000年前起，也就是商朝末年以来，气候逐渐转寒，中华大地进入了一段寒冷期，直到春秋时期再次转暖。这段寒冷期贯穿了整个西周王朝，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环境变迁、灾荒盛行、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等等后果。这种气候变化情况在周初时尚不明显，加上成康时期政令得当，周王朝采取德化怀柔的民族政策，实力空前强大，因此周戎关系较为亲和，远方的部族皆来朝贡。等到了穆王时期，戎狄经过100年的休养发展，实力日渐壮大，此时气候变化也在逐渐加剧，为了争夺生存空间，他们纷纷内迁掠夺，周戎间的冲突便在所难免了。周穆王可是个闲不住的主，他以不想为借口大肆征伐犬戎，自是荒服者不治，周戎关系在那时走向了破裂。穆王以后，公义、孝仪4王在位期间，气候变寒的程度进一步加深。太平御览引史记云：孝王7年，冬，大玉雹，牛马死，江汉驱动。初中地理课教给我们，我国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冬季1月平均气温在0°C以上，所以正常来说，长江和汉水冬季都不会结冰。由此可见，西周中期江汉地区气候变化之深刻。相应的，周戎关系也进一步的恶化。周懿王时，四夷交侵，国势遂衰；而到周懿王时，夷王衰弱，荒服不朝，乃命国公率6师伐太原之戎。尽管这次军事行动取得了一些战果，但也无法改变气候逐年变寒的趋势，极端天气仍像过往一样频繁出现。到了周厉王时期，四方戎狄则更加猖狂，怀疑入寇直到伊洛一带，西戎占据犬丘，王室不能遏制。与此同时，是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在严重威胁着百姓的生存。金本著书纪年记载了周厉王时期一次连续5年的大旱，以至于庐舍俱焚，而这种灾情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到了幽王时期。大雅云汉云：旱季太甚，运龙重重。赵明云：明天极危，天赌降丧，颠我饥馑，民族流亡，我居于族荒，人民四处逃荒，饱受烈日炙烤之苦。而气候严寒也在变本加厉。幽王4年夏6月，允霜，周历以11月为岁首，周之6月当今之农历8月。古本著书纪年又载：幽王10年9月，桃杏时。古本用夏正，此处9月为农历9月。农历8月霜降，9月桃杏才成熟，足见彼时气候之反常。与此同时，天灾也在不断盛行。幽王2年，西周三川荆、渭、洛发生了大地震，太史伯阳预言道，周朝将要灭亡了，地震必定引发壅塞，使河流枯竭，立国必以山川为依靠，当初伊洛竭而夏亡，河竭而商亡，如此看来，距离周王不会超过10年了。这一年，三川果然枯竭，岐山碎崩。小雅十月之交在记载幽王6年一次恐怖的日食的同时，就记载夜夜震电，不宁不令，百川沸腾，山冢碎崩，
高山为谷，深谷为陵。岐山可是周人的龙兴之地，在周人心中是神圣的地方。连年灾荒，天象紊乱，岐山又崩。还有我们之前说的社会上的各种谶纬邪说，这些都严重消磨了周王朝的内在力量，从根本上动摇了民族的精神内核。而这时往往就需要借助外力来对整个腐朽的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。戎狄来了。周幽王6年，幽王命伯氏率领军队伐6级之戎，王室败逃，西戎包围了犬丘，一步步逼近周王朝的心脏镐京。西周晚期，王室财政枯竭，连战连败，使得王姬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，天子的常备军西六师战斗低下，同时人民四处逃荒流亡，西部的诸侯国王的王，迁的迁，边疆空虚，这让周王室不得不依赖别的力量来抵御戎狄侵犯。周宣王在位期间，采用了南国之师、太原廖民等诸多手段。此外，宣王22年，宣王分封自己的弟弟王子友于郑，即郑桓公，这也是本系列第一个出场的诸侯国。此举不但能保卫王姬，壮大宗周地区的军事有生力量，还能起到振兴王权的作用。郑桓公受封33年，受到百姓爱戴。周幽王8年，幽王任命他为司徒，管理周民，于是周民皆悦。话虽如此，当时更加普遍的情况其实是吏治腐败，毛贼内讧，只是统治阶级失尽了人心。大雅、瞻仰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控诉。人有土田，如反有之；人有名人，汝复夺之。此一无罪，汝反收之；彼一有罪，汝复托之。为政者滥用职权，把土田和名人占为己有，徇私枉法，出入人罪。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周幽王也难辞其咎。在宣王时期，仲山府等一批老臣凋零之后，周幽王没能为王室提拔新的人才。相反，像《十月之交》里记载的皇甫、嘉伯，小雅节南山里没有留下名字的太师石隐，史记里的国师府等一批尸位素餐的小人掌握了朝政。这样一来，在外有贤允凌虐，内有奸臣欺压的形势下，上到贵族，下到普通百姓，都不得不考虑要离开王姬向东逃了。这其中动手比较早的就有西国国君国公长府，也就是上期劝说先王不击迁母的国文公的父亲，国师府的祖父。这人趁着立宣之际，从今天陕西宝鸡迁居到河南三门峡、山西平陆一带。幽王时期风雨飘摇，徒增忠臣嗟叹，大夫赵叔岱跑了，还有王叔郑桓公也因王室多故，想要效仿西国东迁。关于郑国东迁之事，我们放到后面再说。宗周地区没有了依靠，周幽王便不得不着眼于广大而富饶的中原，考虑经略东方了。据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，周幽王10年，幽王召开太师之盟。这个太师指的应当是今河南嵩山。古代天子守在四夷，天子碑则守在诸侯。周幽王离开宗周到太师山召开会盟，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在争取东方诸侯的支持，以此抵御戎狄，拱卫京师。不过不幸的是，也不知是不是会盟的过程出了点问题。总之，太师之盟并没有为周王室赢得转机，反而更加助长了西方戎狄的仇恨。《左传》昭公4年载，周幽为太师之盟，戎狄叛之，所以是诸侯太也，诸侯所由弃命。而太师之盟后不久，周幽王也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，就此彻底葬送了200年的西周王朝。而周幽王因太师之盟而招来祸患的根源，还要从周姜联盟的破裂说起。自周文王的祖父古公胆府起，周人就跟姜姓部落保持着长时间的政治联姻。姜羌本属同源，周人与之联姻，其目的无外乎是巩固西北边疆，得到戎人的支持。因此，姜姓在西周政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周宣王的母亲申后，也就是我们第一讲提到的周宣王时期大臣申伯的姊妹，就是姜姓。申伯后来受封于谢邑，成为了谢姓的始祖。而周宣王的王后也是姜姓，来自姜姓齐国。这位姜后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明王后。《列女传》里记载，周宣王早年早睡晚起，怠惰朝政，姜后脱簪谢罪，
令周宣王醒悟，组成中兴之民。而到了周宣王晚年，周姜联盟逐渐走向了破裂。上一讲我们提到了周宣王39年的阡陌之战，周宣王调来了一支南国之师，还叫上了同为姬姓的晋国助阵。也有观点认为阡陌之战发生了2次，王师和晋国参加的并不是同一场，不过其本质相同，皆为姬姜两姓之冲突。而让周宣王这支军队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，正是姜氏之戎，也就是申戎。此后周姜双方在纪年里又有多次交手记录。我们还提到阡陌之战和宣王不及阡陌一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说白了，这一切的一切其实还是社会变革的产物。我们之前有提到，在西周中晚期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王室和贵族间的矛盾成为了一条不容忽视的主线。西周中期以后，土地私有化盛行，贵族间的土地交易不断增多，周礼里田里不育的规定已然形同虚设。建立在宗法制和封建制基础上的西周王朝，最终也被束缚在了礼乐的桎梏下。等到了周厉王即位时，这种情况已经日益严重，于是周厉王推行革典，意在振兴王室经济，强化军权。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保守势力依旧强大，破旧立新还为时尚早，于是周厉王最终沦为了改革的牺牲品。共和行政宣告了贵族们的胜利，少穆公以自己的儿子为代价，保留了周王室的血脉，并在日后迎立了周宣王为天子。这实际上是王权和贵族的一次和解。这次和解也确实打开了宣王中兴的局面，重振了一些王权，让周王朝回光返照了一次。可后来王权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，周宣王晚年不及阡陌、太原廖明都是与传统相对立的举措，在现在看来具有其进步意义，但也毫无疑问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。的确，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来，在西周末年天灾人祸、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。到了幽王时期，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到来，已是大势所趋，只差一个契机。那这个契机是什么呢？周幽王迎娶了西申国国君申侯的女儿为后，并在不久后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偶然获得了一位妩媚佳人，从而引出了大家熟知的赫赫宗周、褒姒灭之的故事。无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好，褒姒灭之也罢，对于周幽王和西周末年大背景，历史自会有它的公论。总而言之，那是一个气候变寒、天灾盛行、戎狄侵略、政治腐败、王权衰微、土地私有化盛行，各种社会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。那是一个旧的社会秩序行将崩溃的时代。千年之后，面对这样的情形，司马光在编写《资治通鉴》时也不禁感叹道：呜呼，忧厉失德，周道日衰，纲纪散坏，下临上替，诸侯专政，大夫善政，礼之大体，实丧七八矣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文王兴周、武王伐纣的辉煌历史，迟早会变作昨天的太阳。王道衰微，礼崩乐坏，终将成为历史的必然。